这样的声音居然是一把229块钱的键盘，真的是卷没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本期视频就是这把 R75 的3天使用报告。首先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手里这款 R75 的配置。单键开槽3模无线，轴体是9指带弓的烟雨轴，除此之外还有钢铁轴的版本，加50块钱。个人的角度上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一个烟雨轴的版本，配合单键开槽的主板出来的声音直接长在我的审美上。钢铁轴的话还是稍微明亮了一些，我感觉不太适合这一把键盘。R75 没有再延续 R 系列的外观，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，蓝紫色的中框内嵌了一层白色的塑料盖板，并且周围做了一定的飘出，和底壳的过渡恰到好处。在边框上有一块塑料的名牌装饰，翻译过来就是75%配类键盘，简单粗暴，真有你的。充电接口附近无线开关和接收器做到了顶部，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，这里就没有太多好说的了。但我还是想更贪心一点，比如说这里能再加一个拓展号接口，那就更好了，是吧？整体说来 ，R75 这次给我的还是惊喜。在这之前，我听说 R75 的消息之后，我下意识的以为 RK 只不过是要出一个 R87 的放大版，或者是 R98 的缩小版，心里就没有太多波动，毕竟这个设计 ID 已经没有太多新鲜感了。但 RK 总能在这些地方给我一些惊喜，所以这次我对 R75 的外观评价还是蛮高的。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，比如说名牌下方的处理不太到位，又或者是面板和中框的拼接缝隙不太均匀。这对于一把百元键盘来说，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只要你不拿显微镜去看的话。大概聊完了外观方面，我们来聊一下 R75 的内胆。这方面和高配版的 R98 保持一致，3键横开槽的定位板、POM 夹心棉、IXCP 轴下垫、珍珠棉和一块开模硅胶。这套内胆在99块钱的最低配版本上并没有做阉割，就算是99块钱的 R75 夹心棉依旧是 POM 的材质。要知道 POM 的成本其实是要比 EV 更贵一些的，甚至某一些还要比硅胶更贵。至于 Gasky 的手感方面，整体的按压不会非常软弹。经过几轮单键开槽产品的开发，这已经成了一个相对公式化的方案，可以很好的在软和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按键下线也是从四周朝中间下去的，并且为 R75 取消两边的灯带，两侧的垫片也回来了，自然也没有 R98 上面四周明显下线的情况。至于轴体方面，我这一次收到的烟雨轴，我个人感觉是一款和 R75 套件相性比较好的轴体。相对于钢铁轴来说，烟雨轴的润滑偏油性，声音会更加的沉闷一些，更加扎实。钢铁轴本身还是一个润滑油量偏少、偏脆爽的轴体，和套件搭起来的声音也会显得有点发散。至于要不要加这个50块钱买钢铁轴版本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只想要一个线性手感更纯粹，或者说你到手之后想把轴体拆了放海鲜市场上转手，那钢铁轴的版本可能会是你更好的选择。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无线连接方面，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。我询问了 RK 那边的人之后，他们告诉我这款 R75 同样是和 R98 一样支持低延迟模式，可以通过驱动中的调整按键去抖来实现键盘的低延迟。实际测出来的结果在10毫秒左右，这个就不如 R98 之前的表现了。不过10毫秒也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据。至于无线信号的稳定性，使用的是 R98 相同的无线芯片和总控方案，也就是背影 BYK916和3632。本期视频全程都用这一把键盘来剪辑，也并没有发现断连的问题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，相信大家对这把键盘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。既然它卖到这个价位，那肯定很多人会问啊，这把键盘和游戏动力 N75 更推荐哪一把？那说实话，这两个键盘还是蛮让人纠结的。在3模的版本里挑的话，能和 N75 划等号的就只有黄血轴的 R75， 剩下的烟雨轴和钢铁轴做的都要比199贵那么一点点。黄血轴的数字其实和蒸汽波是差不多的，但两种轴体是不同的风格。蒸汽波的话处理偏脆爽，润滑量少，搭配 N75 出来的声音干脆利落，并且 N75 整体的 Gasky 结构偏硬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空腔音。R75 这边的话，烟雨轴和黄血轴都是9指带弓的，他们家的润滑就做的比较多，所以整体的风格还是偏沉闷。所以搭配像 R75 这种套件出来的声音，就是大家所定义的麻将音，就比较讨喜吧，比较符合这个键圈的主流审美。所以喜欢哪一款还是得看自己喜欢哪一个键盘的声音。他们两把键盘的数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实质上差距，毕竟都是一个价位的东西。至于外观上呢，就更看个人的审美啦。N75 用的是之前 VGM811 的模具，和 R75 相比，这一把是全新开的模具，从外观和配置上，我个人会更喜欢 R75 多一些。至于怎么选，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手里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